价。很少出现在综艺节目中的杨紫，在综艺节目和疯狂的粉丝中充满了。时至今日，芒果台新节目《嗨》周六第3次亮相。除了何炅、冯曦、谭健次、秦晓贤、王鹤棣等自然精华外，主持组还加入了2位新人，电视剧艺人李雪琴和子丁去关杨紫。作为一档最懂年轻人的节目，近期热播的《嗨》周六在热身阶段就收获了全台140多场热搜。与前2个赛季相比，它确实变得更加扎实。本季时装秀的主要理念是复古，不仅是货柜、音像店、娃娃机等时尚的路径，在豪六节中随处可见的怀旧感，游戏的缘分也与复古题材紧密相连。例如，众多的剧场版都喜欢玩歌词，节目中挑选了90后时代的著名旋律，例如故事、棉花糖、说我爱你。另一种模式是曾经非常流行的 QQ 符号和标志。目前看来，广泛的学术风格、折磨写作和非标准的画布风格是无法容忍的。谁没有和90年代带入世界的同伴一起玩过？尽管发展和创新，但让节目变得有趣和有趣的有2个人，一个是公众开花的杨紫，另一个是当红艺人徐松。自出道以来，杨紫参加的剧场版演出很少，但整体感觉她的搭配感还是不错的。有时，为了产生影响，她还准备分享一些无害的流言蜚语。比如，她和谭健次在这个节目中被网友一贫如洗的样子。解释是，一旦她沉迷于一个可验证的节目，需要提前知道完成情况，所以她向聚会的同伴询问了情节标题。同伴们没有放出半点窥视，基本把领衔艺人谭健次拉进了他们的聚会中，任由他自毁前程。尽管如此，最近才参加聚会的谭健次却误以为杨紫是历史系的学生来实际看帖，立即有意识地向他汇报，随后强调：“老师，我真的明白了，我的工作是真诚地完成的。”循环虽然有趣，但2人因误会成为许久未见的资深网友。杨紫和何老师是前段时间因为一部电影《小姐的日记》认识的，她在片中饰演一名中学生，对何炅的数字教育家产生了热血沸腾的感情。于是，作为2位导师和同伴的2人，就这样延续了无数年。看看他们当时和现在的长相，我接受大家只需要喃喃自语：好久不见的姑娘都这么老了，何老师怎么还不老呢？不仅如此，以童星身份被带入世间的杨紫，身上没有偶像的烦恼。比如，分享网名的时候，她一开始就有点吵，说她以前的 QQ 名字很社交，不管现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后来大家都被她梵高的向日葵这个名字给弄糊涂了。这时，马六上前承认，这个名字在当时并没有其他意义，只是想象而已。对于大家都需要收藏的黑历史，比如剪刀手45度以上的镜头，他大方地展现出来，还欣喜地拿起了秦小仙给他写的文案。这对诡异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对，让画面前的粉丝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游戏过程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打怪的疑问，他甚至还开着玩笑说他的记忆是被假刘海固定的，这让他在关键时刻失去了锁链。合伙人被拒绝了，但他在任何地方都发出了最激烈的笑声。从一开始，他就变成了达人秀小白，他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频繁的展示。不是最好他有一个不必要的参与证书，而且还有一个触手可及的节目。不常给他调音的杨紫唱得很好，曲子《樱花草》的即兴曲目前还不是最好的，低沉、好客和引人注目的声音，但情绪和音高是一个因素。结合活泼减龄的双猪尾和休闲装，30年的古风喉指实际上给人一种越有活力越还原的感觉。众所周知，无论是远在真实时代的《家有儿女》《少女日记》，还是香米奇与你的人生沉香味筹码，近年来杨紫的呼唤随着作品的延伸，也与演艺学校打上了烙印。此外，通过这一集，你会发现，假设他有机会并且愿意，他可以选择参加更多的节目，也许他的认可可能远远优于目前的情况。
不如让我们来看看每一款过时的大杯浓缩咖啡歌手许嵩。许嵩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开始，尤其是从2005年到2009年，变成了最知名的真正的歌手之一。尽管当时的媒体不同，到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但他的新曲的热播可能将需要没有问题超过100万。10多年前，《昏头》《清明上》与《幻听》《断桥残雪》等艺术作品就已在马路上享誉盛名。由于性格和保密的原因，许嵩几乎没有半点参加过综艺节目的思考方式，所以他来到了嗨周六这个机会来比较一下综艺节目的主题不合时宜，并满足奉献者的沉思。不愧是儿童偶像的创新，在大结局中登场的许嵩发起了一轮记忆杀戮。那有什么不同？清明上与如果那时等再也没有唱过，场面变成了赞美、呐喊、泪水。游戏环节设成演示毫无乐趣的许嵩变成了全梗。例如，在挑选诗句时，他实际上并没有感知到对包裹旋律的同意表达，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估计和制定来不断快速的弥补合理的安排的各种同事。这相当于一个其他人在前线内的有效率接近100%，而他确定了1%，他毫无问题的成为了冠军。这完全说明他的现场反应和技能扑救是足够的。在 QQ 空间的舞台上，关键的1秒变成了一个充满学术和创意气息的麻烦文案，而随后的1秒，他出人意料地提到了对 QQ 没有半点使用的何炅令人发指，和老师应该使用管理歌。问号，一直看惯了大场面的和教育者，顿时一脸的羞辱。虽然我是你们当中最老练的，但我现在已经不是管歌用的程度了。与那种巨大的表演影响力相比，有天赋的人要玩特技要困难得多。演讲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来自于许嵩不连贯的追随者群体。作为一口尘埃麻烦的粉丝，李雪琴得到了与许嵩一起唱歌的必要机会。看他怎么变得一头雾水，完全可以肯定，他变成了真正的铁粉。从此，以帷幕逐渐拉开为由，许嵩庞大的粉丝阵营出现在了度数的焦点之内。在那些狂热的粉丝中，有小姐姐们多年来一直在帮助他，也有男粉丝一路陪伴着他。陪伴的戴眼镜的小人是2019年浙江省大学前线考试的英雄。他在初中就开始留意许嵩的旋律，然后参考他的诗做了他的论述，后来又变成了全区大学前线考的老大。现在他借用许嵩的诗句人生，在此期间真的有成长，有思考，有收获，直到他们最终蜕变成了他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此外，一些铁粉们趁着工作上的便利，早早的潜伏起来，也因为这一集圆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偶像梦，多半是意义非凡。这位真带相机的小哥哥是和老师的同事，这点绝对意义重大。尤其是他在芒果 TV 工作了6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基本上可以有机会真正把偶像放到自己的镜头里，意义非凡。这次听说许嵩要来了，居然小哥特意向领队申请，特地当他的独立直拍摄影师，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到自己眼里镜头里的偶像。似乎他与特别是女性粉丝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某种主要方面，但由此也能特别让人在潜移默化中看到一种优质偶像给粉丝带来的动力和巨大影响。我特别不得不承认 Mango Station 确实可以玩，这很重要。自从快乐大本营在今年年初悄然下线，芒果台特别独创的计划，本质上就是让这档节目从本质上接替快书，但其实在前期节目、主持人、嘉宾、内容和其他真正的原因，导致节目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或者他们特别认为，甚至一度有一种普遍酷的趋势。在绝境中，制作方不得不在不断的对节目进行改进和调整的同时，肯定的进行探索和总结，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非常背道而驰。基本到现在的第3季，从口碑和讨论度来看，这期节目基本上已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回暖趋势。如果来宾和内容能够在后续工作中继续稳定或有更多的创造力，那么它基本上在一个整体上是不确定的。
芒果迷真的会很高兴，或者他们是这么想的，将以一种普遍的主要方式再次回来。02猫眼官宣肖战的3部剧居然入围了颁奖典礼，居然拿了一天一共100个桂冠，而且播出的次数都将超过100亿。猫眼官方特别宣布，肖战主演的3部电视剧成功入围盛典及微博视觉大会，意义尤为重大。3部经典同时上榜，绝非易事，更能看出年轻人演员肖战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官方也低调的真的总结了肖战3部剧类所获得的一些荣誉，基本每天一共100冠。至于播放量，很快就会以某种主要方式超过100亿。这样的数据具体是很强大的，哪一种比较有意义？猫眼官方称，肖战主演的3部剧余生请多多指教、王牌部队、斗罗大陆大部分都入围了颁奖典礼，而斗罗大陆确实获得了第53届的公平日报桂冠，播放量突破50亿，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王牌部队居多获得第32届相当的每日冠军，请真的劝告你，余生绝对获得第22届的每日冠军，播放量突破42亿。这样，肖战的3个入围的作品，孙关基本上真的一共赢了上百次，至于播放量，绝对要突破100亿。这种影响力普遍受到观众的高度认可，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作为粉丝，大家都在评论区点名肖战的作品。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肖战的作品其实都是经典。不同类型的角色，肖战都能驾驭得很好，玩得很好。那是肖战的实力，具体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其实网上总有一些人，基本是把黑白混为一谈，特别是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诽谤肖战，这点特别重要。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肖战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非常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客观的。许多人很容易忽视肖战的实力特别大，这就是现状。总之，恭喜肖战，入围是一种高度认可，大家可以理性的支持肖战的作品，特别是大体上期待真正年轻演员肖战接下来的作品。真的应该笼统的说，玉骨遥是8月份被辟谣开播的，基本上意味着还需要一段时间，还是蛮有意义的。肖战基本上很好，真的是继续大体上努力，勇往直前，未来其实是大有可为的。